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普京全球盟友圈加速崩塌，阿萨德逃亡，马杜罗入狱，哈梅内伊身亡。俄罗斯武器不败神话，中东折戟。乌克兰无人机专家受邀协助全球反制。随着中东局势的剧烈动荡，普京所谓的全天候盟友正一个接一个的从权力版图上消失。继叙利亚的阿萨德仓皇逃亡，委内瑞拉的马杜罗身陷囹圄之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导弹袭击中丧生的消息已得到证实。这意味着普京海外最重要的3个战略支柱，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已经全部土崩瓦解。要知道，就在2025年1月，俄罗斯才刚与伊朗签署了所谓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时莫斯科将其吹捧为坚不可摧的准同盟。然而，当战争真正降临，准同盟被吊着打的时候，普京的反应仅仅是表达关切。实际上，克里姆林宫不仅无意救援盟友，反而对中东陷入火海感到满意。因为油价的飙升，俄罗斯枯竭的金库又获得了一波输血，且全球媒体对乌克兰战场的关注度被成功转移。此外，那些曾经追随莫斯科的政权，如今正在经历截然不同的命运。委内瑞拉也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试图从美国的对手转变为贸易伙伴。叙利亚新政府正致力于废墟上的国家重建，并试图恢复与邻国的正常关系。而伊朗社会在失去最高层后，追求变革的抗议浪潮再次汹涌。反观俄罗斯国内，普京非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的加码管控。在封锁了所有欧洲通讯平台后，俄罗斯当局正考虑彻底关闭电报。这种对内高压与对外无能的对比，再次证明了普京并不习惯在民主变革的框架内行事。与政权更迭同步发生的，还有俄罗斯军事工业名誉的彻底扫地。在委内瑞拉，俄制防空系统在美军特种作战面前如同虚设。在伊朗，德黑兰斥资5亿美元购买的俄制防空屏障也未能阻止定点清除的导弹。美国与以色列的精准打击几乎把伊朗所有高层换了一遍，而俄制武器的效能被证明远不如宣传手册上描述的那样强大。这种纸老虎式的表现让全球买家正在加速逃离俄制军贸体系。与此形成对比，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近日表示，英国将正式邀请乌克兰专家协助拦截并反制袭击该地区的伊朗无人机。乌克兰在长期抗战中积累的抗干扰与拦截技术，如今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反制无人机威胁的黄金标准。曾经需要仰仗援助的乌克兰，现在正以技术输出者的身份参与维护全球安全。俄乌战争的天平正越来越倒向正义的一方，各位又怎么看呢？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局势在变，真相不变。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